负责电子战的锦江级为何没了消息？早在2010年，台湾就公布了卫江计划，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一款电子战系统，安装在锦江级。原本计划沱江级在服役之后，锦江级就会拆除武器，加装卫江电战系统，以1换1的节奏陆续改装。但事实却是，沱江级服役后，锦江级就陆续退役，从始至终就只有潘江号安装了卫江电战系统。问题来了，卫江计划为何停止？电战锦江级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就体型来看，锦江级只是一款小型水面舰艇，即使是吨位最大的版本，排水量也不过730吨。但其中7艘搭载了4枚射程150公里、速度2.5马赫的雄风3，火力与吨位完全不成正比。实际上，在锦江级服役时期，只有原型锦江舰采用雄风1反舰导弹，其余同级舰的主武器都是机炮。直到2005年左右，锦江级开始换装雄风2。随后于2010年，剩余未改装的7艘锦江级加装雄风3。一定程度上来看，锦江级就是台湾反舰导弹发展的最佳见证者。除了反舰火力猛，锦江级的任务范围也极为广阔，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工具人。锦江级服役之初，任务仅包括近岸巡逻，但是在海军兵力新旧交替之际，因此锦江级还要执行以往山字级巡防舰负责的侦讯任务，还要兼职进行水雷、深水炸弹的投放工作。随着沱江级形成战力，台湾开始以1换1的形式逐步退役锦江级。但之前也有消息称，这些退役的锦江级另有他用，卸下武装之后转为电子作战舰。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相关计划并没有开始执行，这是为什么？锦江级执行电子战任务起源于卫江计划。2010年3月，台湾首度公开卫江电子战系统，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发。第一套系统安装在潘江号上。根据当前的公开资料来看，卫江电战系统由一套天线、2具干扰弹发射器以及系统机柜组成。其中天线与机柜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，而诱饵发射器的外形与德国的多弹药软杀伤系统完全相同。实际上，中山科学院仅从德国引进了一套 MASS 系统作为参考，之后的干扰丝发射系统以及诱饵弹都是自行研制的。目前中山科学研究院发展的新型诱饵系统被称为 TMASS， 并为其配备了新的干扰弹，搭配编程设定的引信，发射前依照目标特性输入引爆参数，以达到特定的干扰效果。也可以一次性释放12发干扰弹，从半空炸开后释放特殊烟幕，从而影响武器上的光学设备，使导弹寻标器失效。之前有消息称，卫江电战系统将装备在所有的锦江级上，也会安装在台湾的小型舰艇与2线勤务舰艇上。台湾之前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导弹试射时，搭载卫江电战系统的潘江号就在试射区域外进行巡逻，担任警戒任务，防止一些民用船只干扰试射。但是等到沱江级形成战力后，该计划就被搁浅，变成了每建成1艘沱江级就会有1艘锦江级除役。电战锦江级不了了之，就连 TMASS 系统也安装在了沱江级上面，这是为什么？就火力军而言，首先就是锦江级的舰体寿命问题。说到底，最初的锦江级排水量仅500吨，由于挂载沉重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与各项设备，加上使用方式不对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舰体寿命，这可不是火力军危言耸听。最初的时候，锦江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，该舰算是台湾第一艘从头自行设计并建造的作战舰艇。先前无论是先锋计划还是海鸥快艇或者光华1号，都是利用别人的现有设计进行生产的。因此，首舰锦江号在舰体设计、基本布局、结构强度等方面难免存在不成熟的地方，甚至还有一些技术性问题。在首舰完工之后，测试修改花了3年时间才正式定型，后期量产计划在1997年开始进行。相较于原型舰，后续的锦江舰在设计上改进了很多，甚至连武装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后续的11艘锦江级仅装备了4挺 12.7 毫米机枪，没有配备雄风1与射控雷达。原本的 H930 Mod 3战斗系统也一同忽略，大概是因为在护渔与近海巡逻时，反舰导弹派不上用场，完全移除反而可以节省经费，也能减少维护成本。就任务而言，锦江级的定位就是近岸巡逻舰，吨位接近之前的江字号，但实际执行的任务大多为原先官字号、山字号所执行的任务，在海况相对较好的夏季还要分担一级舰的作战任务。结果就是排水量不超过500吨的锦江级经常离开沿岸跑到海况较差地区，
舰体老化极为严重，服役数年之后就已经发生船壳变形、管路锈蚀等现象，寿命大幅缩短。几百吨的3级舰被当作上千吨的2级舰使用，海况不良好也得硬上，舰体寿命自然会缩减。服役之后呢，锦江号就一直传出风浪中摇晃过大、大轴不正、噪音过大以及加速时会产生震动等消息。同时，加装雄风2、雄风3也是影响锦江号寿命的缘故。从2005年开始，台湾海军就陆续为锦江级加装武器。最初的时候是将除役的武进3型扬字号驱逐舰的武装，也就是奥托76毫米快炮、雄2反舰导弹移植到锦江级上面， W160 射控雷达等设备也搬了上来。加装这些设备之后，锦江级的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610吨。除了原型舰锦江号之外，一共有4艘锦江级加装雄风2导弹，剩余的7艘则采用了另一种改装方案，也就是加装雄风3 76毫米快炮、自研雷达。其中雄风3导弹比雄风2更大更重，经过这次改装的锦江级排水量达到了730吨，这就导致锦江级的机动性与耐波力也随之降低。之前的锦江级横速可以轻松达到27节，但是加装雄风3之后，连加速到25节都有些吃力。也正因为吨位提升较多，舰体的稳定性也开始恶化。根据台湾给出的消息来看，作为巡逻舰，锦江级的航速已经足够，不需要换装功率更大的发动机与燃料。但是过高的吨位使得舰体的稳定性出现隐患，也缩减了军舰的使用寿命。这就相当于面包车当卡车用，顶不住很正常。所以火力军认为，台湾大概率是认为锦江级的舰体寿命不多，对其进行电子战改装的收益不高，不如选择其他的小型舰艇或者2线勤务舰艇，甚至是无人艇或者是无人潜航器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台湾已经不需要电战锦江了，盾舰也能执行电子战任务。2016年，台湾启动军舰自造项目，其中的镇海计划要求打造一款排水量4500吨、满排6000吨且能够装备自研的相控阵雷达。不过结果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训练系统太大，镇海首艘建造的建造计划搁浅，并被无限制延期制造。之后改为建造轻型巡防舰，并采用 BAE 的3D 旋转式相位阵列雷达。军舰的相控阵雷达也可以执行电子战任务，通过电子方式控制阵列天线中各辐射单元的相位和幅度，实现天线波数的快速变化，从而执行电子战任务。简单来说，相控阵雷达可以干扰和欺骗敌方的雷达、导弹与通信系统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盾舰也在趋于小型化。从实战中看，除了执行电子战，小盾舰也可以解决传统盾舰对掠海飞行目标近视的问题。小盾舰的相控阵雷达尺寸和重量都比较小，可以安装在主桅更高的位置，站得高看得远，再加上有源相控阵雷达功率上的先天优势，对掠海飞行反舰导弹的最大探测距离也有一定的增加。当前万吨重的盾舰都有发展顶置相控阵对海雷达的趋势，但是很明显不如小型盾舰实用，甚至说现在都已经发展迷你盾舰了，也就是无人盾舰，就是那种携带舰载相控阵雷达系统、先进电子系统以及武器的无人舰艇，排水量20吨左右，也不怕损失。即使不用盾舰，台湾也可以选择用于执行电子战的无人艇。2024年，世界上第一艘配备电子战系统的无人艇在土耳其海军服役，该无人艇被命名为枪鱼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，枪鱼无人艇可以作为海上平台执行军事和侦察任务，压制敌方通信设备和各种无线电信号，平时可以部署在港口，也可以由大型军舰携带。使用电子战无人艇可以对目标实施抵近干扰，可以使用较低干扰功率或者更好的干扰效果。同时，电子战无人艇将电子干扰功能从母舰分离，也能降低母舰对无人艇上电子设备的影响，并避免电子战系统干扰己方水面舰艇的雷达、通信、导航等电子设备。另一边，这种电子战无人艇也能扩大态势感知能力。就性能来看，因为地球曲率限制，海基侦察平台对海电子侦察距离主要在视距范围内，侦察目标范围较小，而电子战无人艇可以对目标实施近距离侦察，并通过卫星、数据电等通讯手段与母舰指挥中心建立连接，从而大大提高海战的态势感知能力。台湾也可以选择将卫江电子战系统装在无人艇上，从而执行电子战任务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锦江级改装电子作战舰计划被搁置还有哪些原因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